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乌克兰豹2坦克定点清除村庄渗透残敌，俄军无人机训练基地遭毁灭性打击。北约秘书长承诺海陆空3期实兵保障。俄罗斯经济陷入劳动力荒，转向阿富汗招工。据乌克兰空军第7快速反应军团通报，在顿涅茨克州格里申附近，俄罗斯军队机械化进攻遭遇惨败。残余的俄兵试图在村庄东郊构筑工事，计划利用居民区作为掩体，从后方渗透乌军阵地。但乌克兰第155独立机械化旅与临近部队迅速锁定了敌方动向。乌军指挥部果断出动一辆豹2主战坦克，对俄军实施了毁灭性火力打击。在强大的坦克主炮面前，所有试图突破防线的俄军渗透步兵都被悉数歼灭，格里申东郊的威胁也被彻底清零。与此同时，乌克兰国防军正系统性地剥夺俄军的技术作战能力。夜间，乌军对扎布罗热临时占领点的核心军事基地发动了毁灭性打击，位于科米什佐里亚村附近的一处重要基地被彻底摧毁。该基地不仅是俄军 FPV 无人机操作员的关键训练场，更是该区域无人机生产与组装的中心。这次打击直接瘫痪了俄军在这一轴线的低空打击链条。而在比尔哥罗德州，俄军引以为傲的战略打击力量也遭遇重创。乌克兰总参谋部证实，曾在战场上制造巨大破坏的 TOS-1A 喷火坦克于乌军的袭击中被彻底摧毁。在战场失利的同时，俄罗斯的国内经济同样正面临结构性崩塌的危机。据莫斯科时报披露，俄罗斯政府已正式开启与阿富汗方面的谈判，拟从阿富汗招募大量劳工。阿富汗驻俄代表公开表示，准备提供年轻且专业的工人，以填补俄方缺口。高等经济学院估计，俄罗斯目前缺少约260万名工人，到2030年，这一缺口将扩大到310万以上。为了维持工厂运转，莫斯科正不惜代价地向全球搜刮廉价劳动力。2025年，俄罗斯向印度公民发放了创纪录的5.6万份工作许可证。俄罗斯副总理曼图罗夫甚至表示，准备接收无限量的印度劳工。尽管俄罗斯失业率降至2.1%的历史新低，除了阿富汗和印度，俄罗斯还在积极向东南亚以及非洲国家寻求人手。仅2026年，预计至少有4万名印度公民奔赴俄罗斯。此外，普京还与莫迪签署的劳动力流动协议，正式确立印度作为俄罗斯经济血带的战略地位。然而，这种高度依赖外国劳工的行为，正折射出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日益严重的孤立与国内基础工业的脆弱。另一方面，北约正向乌克兰展示其不可动摇的防御意志。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披露了一组极具分量的数据。在过去1年中，乌克兰前线消耗导弹总量的75%以及防空导弹总量的90%均由北约成员国提供。吕特明确表示，绝不会让乌克兰接受任何纸面上的安全协议，未来的安全保障将不再是贝达佩斯备忘录式的空谈。一旦和平协议达成，盟军的地面部队将立即进驻，战机将升空护航，拥有强大打击能力的北约海军将在海上提供全时段支持。吕特的讲话直击莫斯科的痛处，他强调，北约正在直接从乌克兰的战场经验中学习，尤其是在无人机技术和国防创新领域。正如那句老话，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欧洲的安全。北约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直到俄罗斯彻底失去进攻能力。这种从军事援助到共同防御承诺的升级，正式宣告了欧洲对乌克兰主权完整的担保。大家又认为欧洲的保证是否值得信赖呢？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报道我们将持续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